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先歡迎來賓陳立偉、蔡正元、蔡委員。思敏好，大家好。國際情勢專家賴岳謙老師。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中華戰略學會資深研究員張正老師。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觀眾朋友，即將要到來是在美國的感恩節，今天會特別來關心到的是火雞價格，在這個時候說是暴漲幅度高達了40%。另外一方面，來自於彭博社的報道，他說北京已經停買美國的大豆了。全球的糧價風暴是否正面的全面引爆呢？今天也會來關心的是美國的糧食霸權會在今年的冬天斷掉嗎？我們先來看到今天的3個火線話題，會請來賓來幫我們做解答。第一個，政府關門到現在43天了，但是現在的重點是，雖然政府的門要開起來了，但是感恩節呀，變成了一個通膨的修羅場。現在美國的通膨實在太嚴重了，當中感恩節美國人都會吃的火雞暴漲幅度預估現在落在40%左右，餐桌也縮水了。川普還在這個時候喊說美國沒有通膨，美國人這個感恩節到底要怎麼過呢？另外一件事情來看到，習川會不是才剛落幕嗎？美中看似談得不錯，但是彭博卻在這個時候爆料說，北京突然踩剎車，不買美國大豆了。為什麼會這樣子呢？中國為什麼在第一時間突然間轉向了？那麼美國的農產品還是在中國的戰略名單上嗎？最後一個問題，今天來關心中國，同時對美國大豆跟巴西的大豆亮起了紅燈，但是卻是用比較低的價格來大舉掃進了阿根廷的低價貨，是在重塑全球的大豆供應鏈嗎？美國在這時候還能掌握得住所謂的糧食定價權嗎？還是在中國手裡呢？今天會就這些議題來一起做關心。好，趕快來關心的是政府關門到現在43天，終於最新消息來自於眾議院的投票已經通過了，會來重新開門。不過12號這一天要等到川普正式的簽字，才可以確定是開啟了門。那麼美國公務體系才能夠恢復正常的運作。但是即便開門，現在美國人民要面對的問題，剛剛提到的就是通膨了。尤其現在感恩節將至，我們趕快來看看目前在整個吃飯上面來說，對美國人是最有感的，因為漲幅是最多的。光是今年9月份的漲幅高達了將近3%。但是我們來看到2020到2024年這4年之間，食品的總成本竟然暴漲幅度高達了23%。其中美國人在感恩節會吃的火雞因為今年也受到了禽流感的影響，所以雞只剩下1.95億只，創下40年的新低。再加上通膨導致這個火雞的價格剛剛提到了暴漲幅度高達了40%，在這個時候，沃爾瑪趕快推出他們的感恩節套餐，當然裡面會有火雞那麼即推出的這個套餐是$40，他們說呢，這個$40的套餐可以供給美國的一個大家庭，大約10個人一起來做享用，換算下來$40，10個人，一個人只要付4塊美元，也就是新台幣大概100出頭就可以吃得到了。但是媒體也在這時候很酸說對啦，價格是很便宜沒有錯，但是呢，你這個分量是完全在縮水，變成了一個減配的菜色。在這個時候，川普還是很自豪的說，沃爾瑪推出的這個套餐$40比去年還要便宜5%，都是他的政績，因為現在美國幾乎是沒有任何通膨的問題。CNN 在這之後很酸川普，他說，你都感受不到嗎？現在美國境內通膨居高不下，美國人接下來恐怕欠債，更多人將會一無所有。而確實，財長貝森特在美國內部早就已經感受到這個通膨的壓力，所以他也開始喊話，要針對重大的宣布，他說要針對這一些美國不產的商品價格來做這個壓低價格的動作，包括了針對咖啡跟香蕉等等，還有針對牛肉的價格最近狂飆，他說要來做一個調查。所以節目一開始要來特別請教賴老師怎麼看了。感恩節逼近，美國政府剛開門，但是火雞價格暴漲了40%，食物成本剛剛說了4年暴漲23%，美國人在今年的感恩節得承受多大的壓力？首先談一下這4年以來食物的成本，您提到了說暴漲的23.6%，這不完全都是川普的錯因為這裡面也有一大部分是拜登本身的問題。為什麼？因為拜登任內的時候，他幾乎推的是無限量寬鬆當然這有點是誇張的一種表示，但是這表示說，拜登在他4年的任期的時候一直印錢，他不斷的印錢，
他一直在發行公債，其實大家都看得出来啊，也就是說，他發行了大概1萬多億左右的公債，那就當然你的錢一直在印，一直在印，一直在印，那當然這個通貨膨脹也會被你的這個太大量的這個 M2啊進入市場所拉起來，所以我覺得拜登在這個部分要負很大的一部分責任。接着就是川普要負第二部分的責任了，也就是說，今天美國人為什麼會過得那麼苦？那就是那就是特朗普了。特朗普上來了以後，他天真的啊，我講是太天真了，他天真的以為說關稅真的是出口商來支付，他天真的認為，但事實上是所有的證據都已經告訴你說，進口商負擔了50%以上，甚至到60%。而零售商就是通路商負擔的30%，所以出口商頂多負擔1%不到。那這樣的一個情形下的話，很明顯的就是剛開始這些通路商也好，進口商也好，他因為倉庫裡面還有一些積壓，他可以把物價沒有調得很大，可是他沒有多久他就開始調整物價了。所以我們大家都看到，當特朗普在定的那個物價的時候，其實在特朗普定不到的地方，物價已經悄悄的在往上走了。好，那等到再過了一段時間以後，這個通路商本身他也受不了了，他開始轉嫁到這個消費者身上了，物價就全面性都在上來，這個已經是更為明顯了。現在的 FED 的估算是下半年，也就是從現在開始一直到明年。如果關稅不變的話，那整個都會反映在消費者身上，所以這個關稅會幾乎全部都反映在消費者身上，物價還會有一波的漲勢。那這個對聯準會在控制這個它本身的要降息這個部分難度就很高了。對，所以目前估計很有可能年底才會有一次，也可能如果物價還是控制不了，一次都不降。好，現在美國的感恩節為什麼會被凸顯出這個問題？我倒覺得要注意一個問題，第一個就是沃爾瑪它本身知道川普不會去吃那個40塊的套餐，所以他推出陽春版的套餐，忽悠這個川普，川普也很開心的被糊弄過去了，說你看這個完全沒漲價。其實大家都知道中產階級快速的流失，當然還有您談到的禽流感，可是禽流感的問題不是不能解決啊，你可以透過進口來平衡你的這個火雞的物價的問題啊，但是你的關稅擺在那裡，你如何能夠解決這個問題？所以所有的錯都是川普的錯嘛，還看不出來嗎？那但是川普很容易的被沃爾瑪忽悠，沃爾瑪很厲害啊，他糊弄川普的本事一流。好，我們一方面是看到這個感恩節將近，美國的通膨問題是讓這個川普，我相信他已經暗自的感到憂心。那另外一方面，我們來看到的是對外中美的這一場大豆戰火，竟然在這個時候開始升溫。因為原本說這個習川會之後看起來中美之間談得不錯，中國在習川會後不是承諾了嗎？說會買美國大豆，那量是說年底買1200萬噸，那麼接下來之後會再持續的加碼2500萬噸。結果來自於彭博還有其他外媒的最新的爆料說，北京已經停買了美國的大豆。那專家就說了，原因是因為美國的大豆雖然說已經恢復出口給中國，但是還是會被課徵13%的高關稅，那麼還是會讓大陸虧本的。所以說，大陸其實沒有理由一定要買美國的大豆，而且從過去的歷史，這也可以證明說，中國大陸在大豆這方面是很有底氣的。今年5月停買了美國大豆之後，大陸是立刻轉向了巴西，那麼狂買。前9個月的這個量達到7200萬噸，當時買這個巴西的大豆的佔比高達了70%，沒有想到在這個時候，巴西竟然趁機哄抬價格，每噸價格從580變成650美元，這讓中國很火大，於是宣布12月到明年的1月。巴西的大豆訂單要全面的暫停。那中國的底氣來自於他自己有戰略的儲糧4500萬噸，說可以撐半年之外，他們也可以跟這個阿根廷來掃貨，因為阿根廷已經取消了它的出口稅哦，所以大陸是立刻掃了130萬噸的這個阿根廷大豆，比巴西便宜了整整每噸200美元，11月就會到港了。委員如何看這個川習會之後中國的這一步？我覺得彭博社這個爆料是有問題的哈。第一個就是說中國停買大豆，停買美國的大豆。
都還沒開始買，什麼時候會有停買的問題呢？對呀，根本動都還沒動。那我跟各位解釋哈，買大豆跟我們到超商去買一個便當性質是不一樣的。通常這種大豆商是要先訂到船艙，先訂到船艙，它有點像旅行社，我訂不到機票，我怎麼帶團出去啊？啊，它一定要全世界可以運的這種散裝貨哈，才不過3000艘。你沒有事前訂，你到年底你到哪裡去訂啊？所以假設是習川會啊，開完會好了，那這些開始覺得可以買了，我去下訂單船，至少2個禮拜啊，然後2個禮拜已經到了11月下旬了嘛，那下旬了以後開始要進貨的時候，從巴西訂，搞不好現在還在下訂單而已啊。對，從美國搞不好現在還下訂單，所以根本8字都沒一撇了。什麼叫做停買大豆呢？我知道有很多的大陸的大豆进口商都還在幫忙到處在找船啊，但是有人說運費突然間貴很多，我到底要不要臨時去搶船？臨時搶船運費當然很貴，而且這種東西有時候就是運費貴哦，反而比那個更嚴重，比關稅啊，比那麼更嚴重，因為在飆漲的时候波動幅度非常大。沒關係，再等等看哦。如果說到了1月份都還沒有進口美國大豆，那才是真的停買美國大豆啦。那這裡面不完全是政治因素，跟經濟因素有關。本來美國大豆的價格是比巴西跟阿根廷來的貴，就現在巴西漲上来了，比美國大豆還貴，最貴。而美国大豆的榨油量又比巴西好，你現在漲上來了。那阿根廷的大豆也比美國大豆差，那可是人家便宜啊，便宜就抵過一切啦。何況本來阿根廷很奇怪，什麼出口稅啊，就現在也取消啦，取消了，等於整就是比這個巴西、美國大豆便宜很多。你如果進口商當然拼命先趕到阿根廷去掃貨，那這個事情不是最近發生的事情，這個事情是在那個10月初就有了，所以他現在掃一掃，11月到貨剛剛好啊。這整來講，一個大豆進口通常要花2個月的時間嘛，所以差不多了。你說哇，11月你就可以到港，那表示他10月份做差不多哦，因為當時米萊是9月宣布把那個出口稅給取消嘛，所以大家在搶單。那阿根廷大豆可以賣的也沒有那麼特別的多了哈。那搶完了，那一比較一下，巴西比美國大豆如何？從經濟考慮，就回來買美國大豆。所以我預計，他如果大陸的進口商應該到港的時間點就是1月份。好，我們看到，所以目前看起來，雖然說這個彭博的消息不屬實哦，那但是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大陸確實在買大豆上面選項很多，有巴西、有美國、有阿根廷，是不是等於說掌握了重要的議價權，也不再握在美國的手裡？張進老師怎麼看？我覺得大家必須要了解哦，這個糧食安全是國家安全重要的環節。中國大陸一直是就是長久以來都有計劃了，希望透過租地或者買地在其他國家租地買地自己來種，或者建立長期的契作合約，而且呢，國內本身也要在積極的開發耕地，譬如說它的新疆開發耕地就很有成績。但是你要知道，就是中國大陸本身自產的大豆確實品質在那邊沒有辦法趕得上美國，尤其是這個大豆不光是要用榨油，它也是重要的飼料的來源，那個蛋白質跟榨油的這個率，這些都是很重要的指標。所以貨好跟這個就是說它的價碼這之間有一定相存的這個依存關係。但誠如剛才委員所講，我們經常還是會碰到產銷失調的問題，就是產銷之中還牽涉到就是所謂的船運等等這些的問題。所以中國大陸其實是一直把它當作國家安全的議題來做。所以它目前呢，罩門是在於育種。這個中國大陸在這個大豆的育種上面一直是相當的弱，所以它也一直希望能夠把這個，尤其是玉米或者麥這些再繼續提升。第二是它的存儲這個確實是已經有相當的成就，而且無論是就是充氮氣存儲或者說乾燥存儲，這個在各國的話，其實有一天我覺得這個科技甚至都可以出口。最後一個呢，就是化肥，它生產的化肥確實也能夠達到自給自足，而且甚至呢也跟就是說它的大購訂購的產銷商之中用化肥然後去換來做。所以呢，我覺得說今天到底誰能夠掌握市場
就是只要能夠此處不買爺，自有買爺處；此處不賣爺，自有賣爺處。終究啊，買方市場跟賣方市場豬羊變色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好，謝謝張士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